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淮阴县城有个卖货郎，名叫焦成。焦成的老家原本不在这里，而是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一个小山村。去年夏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冲毁了小山村，焦成的父母不幸双双罹难，他拼死逃了出来，这才来到淮阴，投奔了一个远房表叔。表叔人还不错，好心收留了焦成。他看到焦成嘴皮子挺溜，能说会道，于是说道：大侄子，我看你嘴皮子这么溜耍，人又年轻，不如挑个担子去卖货吧。干这一行不需要太多的本钱，而且风险也不大，你做这一行肯定错不了。焦成回道：那就多谢表叔了。他自己身上有点钱，又找表叔借了点钱，进了不少货，有大姑娘喜欢的胭脂水粉，有老太太用得着的针头线脑，还有小孩子最爱的粘糖零食，货物够齐了。焦成每天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，他嘴皮子溜耍，无论走到哪，身边立马就聚集了不少男女老少，几句话就逗得大家捧腹大笑，所以焦成的生意特别好，一天跑下来可以赚不少钱。这天，焦成和往常一样挑着担子来到了大王村，他刚刚把担子放下，村民们就围拢了上来，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：哎呦，焦成你来了，今天给我们带了什么稀奇玩意啊？焦成满脸堆笑，回道：老乡啊，别看我这货筐小，那可是个聚宝盆啊，你要什么我都能够给你变出来。一句话逗得大伙哈哈大笑。就在焦成和乡亲们说笑的时候，忽然打远处走来一个文静的姑娘，挑着一个豆腐担子，挨着焦成不远处站住了，将2大盘新磨的豆腐摆了出来。姑娘既不叫卖，也不张罗，只是静静地守在一旁，显得非常拘谨羞涩。不大一会儿，焦成就做了好几笔生意。他数着兜里的铜钱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有那村民刚刚在焦成摊子上买了东西，一转身就看见了姑娘的豆腐摊，豆腐看上去光滑鲜嫩，一看就是早上刚刚出锅的，于是问道：姑娘，这豆腐怎么卖啊？姑娘轻声回道：1文钱2块。村民一听还挺便宜，于是就顺手挑了几块，付钱走了。就这样，待焦成收摊的时候，姑娘也卖出去了1盘豆腐。焦成挑起担子往下一个村子走去，姑娘见状，赶紧挑着豆腐担子，不远不近地跟着他。焦成走得急，姑娘也走得急；焦成走得慢，姑娘也放慢了脚步。走到小树林的时候，焦成忽然停下来了。姑娘一看，赶紧放下了担子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紧张地盯着焦成。焦成被看得心里直发毛，登时火起，大声嚷道：哎，我说你这个姑娘真是有意思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各走各的道，你老跟着我作甚？没想到焦成这一嗓子，立马将姑娘吓哭了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哭得非常伤心。焦成别的都不怕，就怕看到女孩掉眼泪，这时候也觉得自己说话语气重了些，于是上前安慰道：姑娘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气你的，快别哭了。姑娘这才止住了哭声，回道：大哥，没什么，这不怪你。焦成一听姑娘的口音不是当地的，随即就问道：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听你的口音，不是本地人啊。姑娘回道：我叫阿霞，是凤县人士，家乡遭了水灾，我和父亲逃难才来到这里的，在好心人的帮衬下，开了一个豆腐坊，才能够勉强度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焦成知道阿霞的遭遇后，不由得心生怜悯，于是柔声问道：阿霞，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出来卖豆腐呢？咋不让你父亲出来卖豆腐呢？
阿霞听到这里，脸色阴郁了下来，悲戚地说道：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父亲年纪大了，腿脚不太利索，走不了远道，所以就只有我出来卖豆腐了。但是我胆子小，脸皮薄，不敢叫卖，这些天一块豆腐都没有卖出去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今天看到大哥能说会道，你的生意那么好，身边挤满了顾客，我就想蹭点客源，也好卖几块豆腐出去。大哥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啊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。说罢，阿霞又哭了起来。听到这里，焦成心里一番个很不是滋味，原来阿霞是个苦命的女子，刚才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就乱发脾气，实在是不应该啊。焦成赶紧劝慰道：阿霞，你不要哭了，放心吧，从今往后你就跟着我，有我罩着你，保管叫你每天的豆腐都能够卖光，你就等着数钱吧。这一句话当时就把阿霞逗乐了。真的，大哥，太谢谢你了。打那之后，焦成每天一大早就来到阿霞的村口等候，等阿霞挑着豆腐担子出来了，两人就一起结伴出去卖货了。有了焦成的鼎力相助，阿霞的生意陡然间就有了起色，不到半天的功夫，满满2大筐豆腐就卖光了。焦成还拿他打趣，说道：阿霞，看来往后你要多挑几筐豆腐出来卖，要不然不够卖的了。阿霞娇笑道：大哥又在拿我开心了，你忘了我一个女孩子哪能够挑得起那么多豆腐啊。焦成呵呵一乐，怕什么，挑不动，还有我呢。说罢，两人对视一会儿，哈哈大笑。自从结识了焦成，阿霞的生意不仅好了许多，人也渐渐开朗了起来，变得有说有笑了。阿霞的父亲也很欣赏焦成这个勤快能干的年轻人。这天一大早，焦成和往常一样来到村口等候阿霞。不一会儿，阿霞慌慌张张跑了过来，说道：焦大哥，快跟我回家。焦成就是一愣，急忙问道：阿霞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阿霞着急地说道：来不及解释了，快跟我走吧。焦成料定阿霞家里出了事，于是赶紧跟她回了家。刚刚冲进家门，只见阿霞的父亲躺在床上，脸色卡白，眼皮低垂着，气若游丝。看见焦成进来了，拼尽全力睁开了眼睛，断断续续说道：焦成啊，我有话对你说。焦成见此情景，心痛不已，回道：老伯，你有话只管说，我听这里。阿霞的父亲吃力地说道：焦成啊，我眼看就快不行了，我这一走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阿霞啊，你是个好人，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，希望你以后好好待她。这时候阿霞已经泣不成声了，扑倒在父亲身上，哭着说道：爹爹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父亲慈祥地抚摸着阿霞的头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却再也说不出来了。当天中午，他就安详地离世了。阿霞的父亲去世后，焦成忙前忙后，帮忙料理了后事。阿霞自然是感激不尽。阿霞的父亲这一走，阿霞彻底没了依靠。其实她早就喜欢上了焦成，只不过自己太羞涩腼腆，不敢说出来。现在终于鼓足勇气，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焦成也相中了温柔美丽、善解人意的阿霞。后来在乡亲们的见证下，焦成和阿霞拜堂成亲了。小两口结婚后，恩恩爱爱，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转过年，阿霞就给焦成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取名叫做焦恒业，希望他长大之后能够出人头地，建立一份功业。焦成初为人父，抱着白白胖胖的儿子，高兴的是合不拢嘴。焦成原先做卖货郎，略有一些积蓄，现在有了老婆孩子，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，焦成就在县城盘下一家店铺，开了一间杂货店。焦成做生意这么多年，对于生意的门道那是摸得门清，加上他人缘好，
不少主顾是慕名而来，所以杂货店的买卖很是红火。天下的父母都唯愿自己的子女有出息，长大后能够有一番作为。焦成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但是也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，所以他省吃俭用，也要把儿子焦恒业送进学堂，接受最好的教育。焦恒业打小就非常聪明，读书可以说是过目不忘，先生教他一遍，他就记住了，而且能够倒背如流。焦恒业长大之后，更加是不得了，接连考中秀才和举人，这下在县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乡亲们见了焦成，都夸赞道：“你养了一个好儿子啊，令郎将来是做大官的材料啊。”焦成听了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儿子有出息，他这做父亲的脸上也有光啊。于是更加细心地照料儿子的生活，希望他在来年的科考中能够金榜题名，光耀门楣。就在焦恒业刻苦攻读，专心备考的时候，忽然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到焦家。焦城的杂货店隔壁是一家油炸店，专门售卖麻花、油果子、番饺等油炸食品。这一年的冬天尤其寒冷，冬天的夜里，北风呼啸，寒风凛冽，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，早早歇息了。油炸店的几个伙计为了赶货，一直忙到深夜，炸了满满几大筐的番饺、油果子。本来最后走的伙计应该把炉火熄灭再回房休息，哪晓得这个伙计只有16、17岁，最后实在太困了，竟然趴在桌子上面睡着了，忘记了关闭炉灶。这下坏了，4更天的时候，炉灶里面蹦出火星，刹那间引燃了旁边的菜籽油，当时烈焰翻腾，吞噬了整间屋子。这时候大家都睡得正香，谁也没有察觉，等发觉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大火已经将整栋屋子烧着了。焦城的杂货店紧挨着油炸店，他和妻子阿霞不幸在火灾中双双罹难了。焦恒业因为住在书馆，所以有幸躲过了一劫。等他得到消息，心急火燎回到家，看到的竟然是父母焦黑的尸体。焦恒业眼前一黑，当时就晕厥了过去。好在邻居街坊都非常热心，及时将焦恒业抢救了过来。后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焦恒业安葬了父母。眼看科举在即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焦恒业痛失双亲，情绪极度低落，终日郁郁寡欢，不免有些心灰意冷，不想参加科考了。这时候乡亲们就好心规劝焦恒业，说道：“恒业啊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你的父母辛辛苦苦培养你这么多年，千万不能够前功尽弃啊！你如果这样自暴自弃，不仅自毁前程，你的父母在地下也不能安宁啊！”俗话说，话是开心锁，一番话终于点醒了焦恒业。焦恒业心说，与其现在丧失亲人的悲痛中，不如勇敢地走出来，自己10年寒窗苦读，绝不能半途而废啊！后来乡亲们给焦恒业凑了一些路费，焦恒业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，就只身赶赴京城参加科考了。淮阴县城距离京城有数千里之遥，焦恒业一路历经千辛万苦，这天终于来到了通县，眼看离这京城不远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焦恒业身上的盘缠已经用完了，加上连日的赶路，身体已经极度疲惫了，终于还是支撑不住病倒了。焦恒业没有钱住店，更没有钱请大夫看病，就倒在一座废弃破庙里面，几天没吃没喝，加上感染风寒，浑身抖个不停，眼看性命危在旦夕。这天一大早，一位年轻的姑娘打远处走来，刚刚走到破庙门口，突然一个晴天霹雳打来，顷刻间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姑娘没有带伞，没处躲没处藏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眼前有座破庙，于是赶紧跑进了庙里躲雨。姑娘跑进庙里，一边往里面走，一边抖落身上的雨水，她也没有看脚下，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。姑娘低头一看，
吓了一大跳，只见稻草里面躺着一个人，正是焦恒业。姑娘看到焦恒业脸色苍白，嘴唇都干裂了，浑身抖个不停，就知道他生病了。姑娘正好带着水壶，赶紧围送焦恒业喝了点水。焦恒业已经饿了几天几夜，喝了口水，总算清醒了一点，但是高烧未退，浑身仍旧抖个不停。姑娘一看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必须得请大夫医治啊。过了一会儿，雨过天晴，姑娘赶紧跑到医馆请来了郎中。郎中为焦恒业诊治过后，说道：姑娘，这位公子感染了风寒，加之身体虚弱，寒毒侵入体内，这才引发了高烧。我这里正好有退烧的药丸，你先围送他服下，看过了今夜他的烧能不能退，如果退烧了就没事了。姑娘接过药丸，即刻围送焦恒业服下了，又出去买了稀粥给他喝了。焦恒业的精神这才好了许多，眼看到了掌灯时分，姑娘这才悄然离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姑娘带着稀粥还有几个馒头就赶了过来，一看焦恒业的烧已经退了，当时欣喜不已，说道：公子，你终于醒了。焦恒业虽然感觉头昏眼花，但是已经清醒了许多，立马起身坐了起来，施礼回道：多谢姑娘相救。姑娘害羞地笑笑：公子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对了，你家住哪里？怎么会病倒在破庙呢？焦恒业也没有隐瞒，就把自己进京赶考盘缠用尽，如何病倒在破庙的遭遇说了一遍，继而问道：姑娘，还没有请教你的芳名。姑娘羞涩地回道：我叫小玲，家就住在前面。对了，这是给你带来的早餐，公子赶紧趁热吃了吧。焦恒业的确饿坏了，接过早餐3两下就吃完了。打那之后，小玲每天都准时给焦恒业送来饭菜，在他的细心照料下，没过几天，焦恒业的身体就恢复如初了。这天，焦恒业向小玲辞行，说道：我要去京城参加科考，姑娘对我的恩情，我没齿不忘。如果我这次有幸能够高中，我一定回来报答姑娘的恩情。小玲听罢，羞涩地笑了：公子，我不敢奢望你报答什么恩情，只要你不要忘了我就好。小玲还送给了焦恒业一些路费，焦恒业感激不尽，这才匆匆上路。焦恒业来到京城参加科考，果然不负众望，一举考中了进士，被朝廷委任为黄州县令。在焦恒业赴任前，朝廷特地给了他3个月的假期，准许他回老家夸关3天。他就马不停蹄来到通县，寻找恩人小玲。小玲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已经成家立业了。焦恒业得知小玲还没有婚配，当即托付媒婆上门求亲，这下子在村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小玲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，现在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县令夫人。她的父母家人登时有了官家背景，乡亲们纷纷赶来祝贺。焦恒业和小玲结婚后，小两口恩恩爱爱，如胶似漆，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一晃过去了1个多月，焦恒业就带着新夫人小玲赶赴黄州赴任。焦恒业来到黄州后，带领老百姓开垦荒地，兴修水利，大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。霎时间，黄州的面貌焕然一新，政通人和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县城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本来在焦恒业的精心治理下，黄州的治安非常好，极少发生案子。可是刚刚过了6月，县衙就接到好几起报案，有好几家的财物被盗，家中的妇人遭到贼人玷污。焦恒业一听，震惊不已，当即要捕快展开调查，务必尽快破案，将凶犯绳之以法。可是当捕快询问受害者可曾看清凶犯的相貌，有的受害者说凶犯是一个老太太，有的受害者却说凶犯是一个和尚。
焦恒业听罢，惊骇不已，天下竟然有这等怪事，老太太怎么可能犯下奸淫案？看来这个凶犯极其奸诈狡猾，不好对付啊！焦恒业加派了人手，又从邻县调来了几个得力的干将，发下死命令，半月内必须破案，不得有误。半个月的时间，满打满算也就15天，短短15天的时间，现在连凶犯的相貌体征、姓名住址一概不知，别说破案了，连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捕快们个个抓耳挠腮，急得不得了。衙门里面有个捕快，名叫潘虎，是个抓差办案多年的老捕快，办案经验丰富。焦恒业对他寄予了厚望，说道：潘捕头，这次破案就全指望你了。如果你这次能够破案，我一定向上级请示，好好嘉奖于你。潘虎回道：多谢大人抬爱，小的一定尽心尽力，全力破案。好，我就等潘捕头这句话了。焦恒业听后欣喜不已，话虽这么说，但是破案哪有这么容易？一晃过去了10来天，眼看离着最后的期限越来越近了，潘虎心里也直打鼓。这天潘虎在县城跑了一天，一点线索也没有，筋疲力尽地回到家，妻子见夫君回来了，赶紧递上了热茶。潘虎接过茶水，一饮而尽，随即问道：小龙呢？妻子回道：哦，他在后院玩耍。话音刚落，小龙回来了。这小龙是潘虎的儿子，今年才5岁，长得是憨态可掬，非常逗人喜爱。潘虎刚刚坐下来，小龙就跑了进来，一边跑一边喊道：爹爹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老奶奶站着撒尿了。潘虎一听哈哈大笑：傻小子，老奶奶哪有站着撒尿的呢？你又在胡说了。小龙撅起了嘴巴，满脸的不高兴，说道：爹爹，真的没有骗你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老奶奶对着墙根站着撒尿了，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看到了，不信你去问问他们。听到这里，潘虎心里猛地一惊，联想到眼前棘手的奸淫案，有人说看到的是老奶奶，但是有人看到的却是一个和尚，难道这里面另有蹊跷？潘虎一个箭步追了出去，刚刚追到胡同口，远远的就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正在朝大街走去。潘虎暴喝一声：贼人，哪里逃！那个老奶奶腿脚真是利索，潘虎刚刚追了2步，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潘虎暗自惊叹，好厉害的轻功，看来这次遇上硬茬了。过了几天，郊外的一条小道上，刚才还是万里晴空，忽然间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大雨如注，扯天扯地的暴雨将街道变成了一条小河。一位美艳的少妇匆匆忙忙从屋里跑出来，关闭被大风吹开的院门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妪拄着拐棍走了过来，喊道：姑娘，莫要关门，莫要关门，让我进去避避雨。少妇一看老妪浑身上下被淋得透湿，心生怜悯，就说道：老人家，快进屋吧，不要冻着了。说罢请她进了屋。老妪进屋坐下后，少妇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，说道：老人家，喝碗热汤吧，暖暖身子。哎，那就谢谢了。老妪接过汤碗，一饮而尽，眼睛却死死盯着少妇的脸蛋看，眼里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鬼笑。就在老妪喝姜汤的时候，少妇忽然发现老妪长有喉结，当时就是一愣，世间只有男人才会长有喉结，她一个老妇人怎么会有喉结呢？虽然心中起疑，但是少妇脸上没有露出来，依然镇定自若。老妪喝罢姜汤，随即问道：姑娘，怎么不见你家男人啊？少妇脸上露出悲戚的神情，说道：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家相公前些年就得病死了，我已经守寡好几年了。听到这里，老妪眼中放光，拿话撩拨少妇：姑娘，你这么年轻貌美，整日独守空房，
岂不是浪费了大好年华？少妇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回道：只怪我命苦，我又有什么法子呢？老妪忽然凑上前，一把捉住少妇白皙光滑的小手，色眯眯地说道：小娘子，想你这些年一个人必定空虚寂寞得很，不如就让老衲为你排解寂寞吧。少妇听罢，当时惊得瞠目结舌，你一个富人家，怎么能够？但见老妪得意地笑笑，一把解开了自己的衣衫，里面竟然是男人的身体。老妪急不可耐，抱住少妇就要强上。美人儿，你就从了我吧，我保证让你欲仙欲死。说罢就要去解少妇的衣衫。少妇轻轻推了老妪一把，似笑非笑地回道：你急什么？你往上看看。老妪不解其意，抬头观看，霎时间惊愕不已。只见一个手拿短刀的捕快正蹲在房梁上面，虎视眈眈瞪着他。这个捕快不是别人，正是潘虎。老妪暗叫一声不好，施展轻功就想逃走，哪晓得脚下一软，登时瘫软在地。他点指少妇：你给我喝了什么？少妇冷笑一声：你个大淫贼，让你尝尝软筋散的厉害。话音刚落，潘虎撒下一张大网，将老妪罩在了里面，将她捆了个结结实实，押往了县衙。焦恒业听说抓住了嫌犯，高兴不已，当即开始升堂审案。焦恒业一看堂下被捆的老妪，当时惊讶不已，看她的外貌装扮，确实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可是命人脱去她的衣衫，拔掉她的装束，她这才露出真容，竟然是一个胖头和尚。众人看后都惊掉了下巴，这个和尚的易容术实在高明，怪不得那么多人上当受骗呢。焦恒业啪的一拍惊堂木，厉声呵斥：大胆淫僧，你姓甚名谁？还不快将你的罪行从实招来！哪晓得这个和尚趾高气扬，轻蔑地瞟了焦恒业一眼，一言不发。焦恒业见状，怒不可遏，骂道：淫僧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藐视本官，我叫你尝尝厉害，来啊，大刑伺候！话音刚落，衙役如狼似虎一般冲上来，按倒和尚就是一顿胖揍。这帮衙役憋了一肚子火，早就想动手了，这会儿把气全撒在这个和尚身上了，所以下手特别重。和尚被打得像狗一样叫唤，赶紧求饶：大人饶命啊，我招了，我全招了。焦恒业骂道：非要挨顿揍才肯招。随即挥挥手，衙役这才住手了。和尚被揍得鼻青脸肿，强忍剧痛，这才老老实实交代了罪行。原来这个和尚名叫法华，是个云游四方的行脚僧。法华虽然是个出家人，但是骨子里极其贪淫好色，见到漂亮女子，腿都挪不动了。法华曾经跟一位道长学过易容术，得到道长的真传，他改变装扮后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，所以法华借口讨水喝，趁机混进少妇寡妇家中，如果见到对方美貌，就将其迷奸，临走时还不忘盗取财物。听到这里，焦恒业气得浑身颤抖，大喝一声：来啊，将这个淫僧打入死牢！衙役好像拖死狗一样，把法华拖走了。后来法华被凌迟处死，老百姓得知淫贼被处决，无不拍手称快。焦恒业为民除害，小县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在焦恒业的精心治理下，黄州县城越发变得繁荣和谐。后来焦恒业因为政绩卓著，被调往省城当了大官，再到后来他的官越做越大，最终做到了礼部侍郎。他的妻子也跟着沾光，被朝廷封赏为诰命夫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